自从出现了一根的大阳柱之后呢，目前还是属于横摆当中没有跌破这一根大阳柱，让你看到上涨又在那一边横摆震荡，磨住你的耐心。目前呢来看看60分钟图呢，是有一样非常不错的。我们每一次都有讲如果你的股票呢，你要知道它有没有上涨的话，你就看60分钟图呢有没有庄家，然后呢是不是在我们白色线上方。目前它大概出现了白色蜡烛在上方之后呢，就开始回调了，对不对？跟 Infomina 一模一样。来，我们来看一下0265 Infomina 这只股票呢，我们在前天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它出现了白色蜡烛呢？我们常常讲最怕呢高位出现白色蜡烛。其实呢这一根的白色蜡烛蛮有意思的，因为呢它把前面的平台突破了。如果它不是因为白色蜡烛呢，我们可能还会因为它突破而追上车，但是我们看得到它是一根白色蜡烛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唯有等待这一个白色蜡烛突破，才可以确认这一个行情能不能来一个反转突破。目前为止呢，白色蜡烛的确没有突破，所以呢目前还是需要继续耐心的等待所以呢目前5168呢反而看到60分钟图呢出现白色蜡烛，有没有？而且呢今天还出现了上升结构1号接下来呢这一只股票能不能关注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白色蜡烛呢能不能被突破。突破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3只眼睛盯住它，好不好？在股市呢很简单你只要跟着我们的 SOP 走，基本上呢你都可以在市场上面避开追涨杀跌。很多人呢在股市总是看到股票上涨呢就追上车，股票下跌呢就赶快的去低吸，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这一个下跌呢下面是否有支撑位，还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好，这个是5168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7113。我们在手套股呢我们不看很多只我们就看这1-2只就可以了。目前的 Top Love 呢来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刚才我们看到就是 Top Love 这一只股票就是白色蜡烛还没有被突破，所以如果还没有被突破的话呢，我们作为一名散户的话就要怎么样？耐心等待。我们接下来呢就先带大家来看看一下 Utility 板块。我们应该有1-2个星期没有聊到 Utility 板块了，对不对？属于上升趋势的板块之一，是不是？每一次在青色线都没有跌破青色线，所以呢你今天你会担心 Utility 板块这一只股票呢可能你买在高位，只有买在高位的人呢才会整天担心股票下跌，然后呢怕什么？怕被套，然后怕买了之后下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我告诉大家，你每一次可以耐心等待来到青色线的时候呢才关注它。但是呢在市场上很多人呢都是想要赚快钱，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个耐心等它回到青色线。好，我们先来看一下10月10号呢就出现了紫色三角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周线图，你会发现到它的资金没有再创新高，反而呢资金不断的往下跌。目前你来看看一下它的日图，4次的上攻都攻不破，有没有？总共4次4不过3，但是呢它第4次之后终于又在回调。好，所以呢这一个回调刚好今天来到上升下降结构9号有人想要离场吗？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已经来到下降结构9了，有人会在下降结构9离场吗？来，我们问问大家一下，如果给你选择的话，你会在9号这一边卖掉你的股票吗？
尤其是你在这个你搞黄金的时候哦，有一个结构9哦是非常很好玩的。黄金啊，你在9号啊，它常常会在9号这一边的时候哦转折上来。OK， 你看哦，这一边是不是也是来到一个9号？如果你的股票啊下跌来到9号呢，你就不要轻易的把它卖掉。比如这个9号啊，也是出现了之后啊，它还跌破9号，让你呢看到绝望。但是呢，一直跌破之后呢，就没有再创新低了。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一边卖掉，然后呢，一卖掉的时候呢，就把整个场子都毁清了。所以呢，9号就是一个转折点啊，应该卖的时候呢，当然是紫色三角形出现的时候啊，你不是等到来到最后一根的9号出现之后呢，你才把它卖掉。比如我们来看一下字图，这一边连续9天的下跌之后呢，有没有止跌？所以呢，9号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转折点。如果你已经绝望的话，可能你会不知不觉呢，就在这一个9号这一边呢，把它卖掉了。卖掉了之后呢，隔天你就会发现到自己整个场子都毁清了。今天你已经看到它已经来到下降结构9了。问题是呢，它在这一个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庄家在吸筹？如果有庄家在吸筹的话呢，代表这一个股票下跌的时候呢，庄家觉得便宜，然后呢就去扫货。好，所以呢，想要不要知道6742已经跌到什么情形？跌破青色线。如果你是做短线的宝宝呢，跌破青色线呢，要不要先离场？OK， 先离场，然后呢，散户已经消失了。好，这个时候呢，它的日图来到结构9，然后呢，60分钟图，这时候呢，有没有庄家趁这个机会吸筹？我没有看还不知道原来它已经来到结构9了。OK， 一看的话才吓一跳，原来 YTL 也是来到结构9了好，你看前面也是来到结构9之后呢，它就出现神9牛一的形态神9牛一的形态，而且呢之后还出现白色蜡烛。那么接下来呢，它还会不会出现神9牛一呢？